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阿 Y。RG 飞翼钢弹零式于25年9月27贩售，但台湾这边我还没有看到，所以我们先来回顾一款经典套件，于13年10月26日贩售，距今已经快满12年的 MG 飞翼钢弹原型零式 EW 模型是由飞翼钢弹零式的基础上重新设计而成的，虽然大多延续了原本的外观设计，但是整体的轮廓更加纤细，细节与结构也进行了修改。模型一共是17块板件，其中包含支架、光束军刀特效件以及贴纸。看这厚厚一叠的板件才5280日币耶，才多了 RG 660日币。除了本体外，包含其他3对替换手型，一个希洛维战之人形，3个支架接口。可动的部分只提及重点，没有特别的地方会省略。这次 RG 强调平衡推进翼关节有5轴可动。MG 在设计上虽然也是5轴，但是多数的轴都不是转轴，旋转轴也需要插拔，导致可动不是很理想，在摆姿势上局限性很高。对于一款翅膀就是标志性的模型来说，这的确是一大硬伤哦。但 MG 有多出一组副翼可以调整展开啦，对于外形的提升还是有不少的帮助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组装过程中有些关节容易白化，像是背包连接平衡推进翼的根部以及肩部连接的关节。肩胛关节的设计也让肩胛没有办法进行精确的调整，光束军刀收纳在肩胛盖板里，有点不好取出。取出时我是先拆盖板啦，避免断装。衣领两侧盖板打开后是机炮，机炮没有伸缩的功能。胸前标志性的驾驶舱可以打开，里面有驾驶人偶。翼状的侧裙甲有展开结构，大腿的根部关节是紧靠一个软胶零件结合，这边的设计很容易脱出。盾牌有一处延长结构。破坏步枪握把可以收纳，安装是透过卡扣安装到替换手型上。2把枪身都有隐藏的安装卡榫，将卡榫翻出后，可将步枪合体成双重破坏步枪。但这边的握把间距不足，只能靠单手握持，另一手用作补助。变形的流程很简单，先移除手上的盾牌，肩胛侧边的推进器及盖板向上收纳后，就可以利用拉出结构将肩胛下压，将头部以及腰部关节回旋180度，小腿后方盖板拉起，脚掌旋转180度，膝部关节拉长一段，将腿折成 Z 字形，将前脚掌下压，脚踝滑轨内收，就可以把脚掌往内收纳。这边没有一个明确的卡点或者是卡扣，稳定性不佳，也比较难确定变形有没有到定位。调整翅膀前，我有先将背包拆下，机械臂有一个卡扣设计，下拉后会解锁可动。这边展示结构给大家看，解锁前是不可动的情况。这边像是有一个直挡片的结构，解锁后翅膀关节拉伸至极限位置，就是已经定位。将平衡推进翼展开后移至上方，将盾牌前方的小机翼联动展开，盖板拉伸，固定卡扣需要拉起后下放隐藏。这个卡扣真的很容易拉过头，直接脱出。接着将盾牌对应背包的卡扣安装，将背包装回本体，再将2把破坏步枪的卡扣拉出，安装在盾牌上，这样就完成新飞鸟形态的变形。模型在这个状态下，腰部以及腿部都很软，破坏步枪也卡不紧，整体结构很松散。在安装支架接口后，腰部有支撑会好一点点，但这个支架的接口规格比较特殊，需要使用内附的支架。飞翼钢弹其实就是趴下变形嘛，虽然有将脚折叠减短身躯长度，但效果有限，展示性也没有很强。从某些角度看，真的惨不忍睹，不会想以这个状态下展示。只能说卡托基老师真的是辛苦了，我想这也没办法啦，原机设就摆在那嘛。但不得不说，都2025年了，自由跟正义还可以用同样的设计趴好趴满。题外话就这样了，不能再多说了。这款 MG 飞翼钢弹原型零式 EW 虽然多一个原型的称号，但其实是跟动画中后期登场的飞翼钢弹零式是同样的机体。在 OVA 无尽的华尔兹中登场的飞翼钢弹零式 EW 同样也属于此设定。原型零式 EW 由卡托基哈基梅老师进行了重新的设计，感觉是有意将风格统一。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纤细修长的身
身形，盾牌宛如天鹅颈般的优美线条，以及膝盖裆部进气口的面板角度，重新诠释进气道的设计以及逻辑。20年11月28日发售的 Katoki 版本飞翼钢弹零式 EW 又更进一步延续并强化了这种纤细优雅的美感。相比之下 ，RG 的飞翼钢弹零式可能是要还原 TV 版本，造型比较粗壮，盾牌线条也偏硬朗，整体的力量感较强。但我自己更喜欢 Katoki 版本那种精致利落的风格。虽然平衡推进翼偏小以及较薄，但我觉得 Katoki 老师会这样调整，应该是有他的理由，可能是想凸显原型机较为单薄的感觉，在收纳状态下显得精致且利落。尽管模型是13年推出，设计看得出时代的痕迹，但从不少设计到细节都能看出 Katoki 对比例以及线条的打磨，外形放到现代依旧相当耐看。虽然在一些可动部位设计与变形存在结构缺陷，部分结构也不安定，不大适合频繁摆弄，在今天看起来略为过时，但缺陷并不会真的到很致命。模型本身给予的细节资讯量并不亚于 RG 版本，但因为没有分件，需要大量的制作去补足。如果你喜欢 Katoki 老师设计的这种纤细的身形，那真的是 RG 版本没办法取代的。如果能接受 NG 版本的缺点，考虑到比例大小以及价格，仍然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但如果你还没有 Katoki 版本的飞翼钢弹零式 EW， 虽然价格6050日币含税，又高了原型零式770日币，但我认为是更推荐的选择。感谢收看这部影片，如果你也有感想或想法，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支持我继续创作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